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et，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是一期美妆和爱用品分享，包括上次 Sephora 视频之后，一直到现在我陆续入手的一些美妆产品，还有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坚持使用的家用美容小电器，我觉得非常值得和大家分享。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先来说 Amiro 的这款美容面罩，那经常有小伙伴夸我皮肤好，问我做什么医美是怎么保养的。其实我已经有1年多时间没有做过任何项目，甚至去美容院做护理的次数都变少了。我就是自己在家照红光，因为去美容院护理其实最后一步也是照光，所以我觉得在家照光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那我这1年，我觉得皮肤状态保持的还不错，像紧致度啊这方面都挺好的。那我很早之前就开始用这种红光面罩，我之前用的是 Current Body 的这款，这还是他们第1代的产品。当时大概4年前吧，还比较少有博主推荐，也没有那么普及，我就已经和大家安利过了。然后这款我一直坚持在用，都已经很旧，都发黄了。那我前一阵儿入手了 Amiro 的这款，那随着技术的革新，这种美容面罩的功效越来越强大，价格也越来越便宜。Amiro 这款面罩有3种专业模式，一个是 Purify 净肤，一个是 Glow 亮肤，还有 Firm 紧致。那它之所以可以针对不同的皮肤问题和需求，是因为它有5种不同的光，可以深入到不同的皮层。首先，蓝光是消炎，绿光舒缓，黄光是可以提亮肤色、去痘印儿，红光是加速代谢，还有近红光是促进胶原蛋白再生的。如果你有长痘的困扰，那这个面罩就更加实用，因为 Purify 模式是最强大的。在 Purify 模式下，5种颜色光同时打开，同时作用在皮肤，就有一个更全面的功效。那我自己是干皮，很少长痘，所以我很少用到 Purify， 但是我老公时不时的还会爆个大痘，我就给他用，我觉得即时效果还挺明显的，照完之后第2天可以看到那个包会瘪下去一点。那我自己是用 Glow 和 Firm 2种模式。Glow 是红光加红外光，可以增强代谢、提亮肤色。紧致是红光、红外光和黄光，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我用了一段时间，觉得比较明显的效果是皮肤更亮了。然后在紧致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个长期效果，只要能维持住现在的状态，那它就是优秀的。然后也可以看到它的灯珠的数量是很多的，特别是和这个 Current Body 旧款相比。Amiro 的这款明显灯珠数量多了很多，它有173颗灯珠，数量更多，能量也更强，所以效果就更好。而且可以看到它在脸部不同位置，灯珠数量和颜色的分布是不一样的，所以可以分区精准修护。Amiro 这个面罩使用上也非常的方便。我先来吐槽一下之前用这 Current Body， 它虽然是很轻便，甚至可以这样叠起来，但是它会直接贴在脸上，就没有那么干净卫生，而且它后面是魔术贴的一个绑带，那我头围是比较小的，所以很不好调整那个绑带的长度，太紧了吧，直接贴在脸上不舒服，太松了又容易往下掉。那 Amiro 这款它的设计就很巧妙，它后面像2个镜腿一样，直接这样戴在脸上就可以了，而且非常的稳固，你不需要躺着、坐着、站着，甚至走路都没问题，它都是很牢固的戴在脸上。然后里边有2个很大的硅胶眼罩，可以保护眼睛，完全不会漏光，而且这个眼罩也不会很紧，不压鼻梁，用完之后也不会留印子。所以它这种佩戴方式就可以让这个面罩不会贴在脸上，更干净、更卫生。然后在使用上，戴上这个面罩之后，它这边连着一个遥控器，你就可以选择那3种模式，每一种模式自动5分钟就停止了。所以我用2种模式的话，每天只需要照10分钟，就算再加一个 Purify 模式，每天最多15分钟就可以了，而且也不影响你做事情。这个面罩也很轻，戴上一点负担感都没有，然后从前面这儿是可以看到外面的，所以你看电视啊、玩手机都不影响。
看着还是挺清楚的。我那天甚至一边用着这个面罩，一边在泡妹直播间还抢到了老布布，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坚持的美容仪器。我是隔天使用一次，用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操作手法，只需要给它戴上，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坚持的有效的懒人护肤神器。而且它的价格也非常亲民，我当时看到都惊到了，竟然只要不到200美金。要知道市面上很多其他的这种面罩都要400-500美金，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值得入手，同时功效上也毫不逊色。再来和大家分享 Matrix 这个头部按摩仪，是我最近每天都在坚持使用的。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有用过 Matrix 的颈部牵引仪，我觉得蛮好用的。然后 Matrix 他们家有很多各种美容小电器，我就选了这款头部按摩仪，我看好评挺多的。那我一开始只是想用它做一个头皮的舒缓和放松。它有4个小爪子，打开之后就像人手按摩的手法，然后它中间有红光，同时也有 EMS 微电流，可以刺激头皮有一个放松的作用，然后可以调节 EMS 电流的能量，也可以调节它这个按摩的速度。我觉得每天这么按一按还挺舒服的，而且你看它4个小爪子在那转，但是完全不会把头发弄乱或者打结，而且它很轻，就这样用上去是很方便很舒服的。我每天上班的时候觉得累了呀，或者晚上看电视没事儿的时候会拿它这样按一按，还挺舒服的。然后我现在用它已经2个多月了，我那天发现我白头发的数量好像有变少一点，应该是和用这个头部按摩仪有关系的。那我今年不到40岁，刚39岁，我脸长得还算年轻吧，但是白头发的数量绝对是比同龄人要多的，这个是基因的问题。因为我发现我妈妈那边表姐表妹就跟我同龄的都有白头发，甚至比我的还要严重，所以白发的问题这2年蛮困扰我的。然后我最近觉得我白头发的数量好像变少了一点，因为之前严重的时候经常是根本就盖不住，都在外面都有很多，然后现在当然还是有啊，但我觉得都可以把它们藏在里边不露出来，好像鬓角啊这边白头发的数量好像变少了。那我觉得应该是和用这款头部按摩仪是有关系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经常梳头按摩头皮的这些穴位就可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有利于头皮的健康。那梳头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这个头部按摩仪它的这个手法肯定按摩的要更加的全面，并且更加的深入。虽然我最近也有在吃这个 biotin， 就是生物素，它是可以让头发皮肤指甲更加健康，但是我才刚刚开始吃，还没怎么下去呢，所以我觉得主要作用还是这个头部的按摩，它肯定对头皮头发的健康是有用的，所以我最近每天都坚持使用。首先洗头的时候可以用它，它整个是防水的，虽然有 EMS 微电流，但是不用担心被电到，我已经试过了，它整个都是防水可以冲洗的。用它洗头可以对头皮有一个更深层的清洁，然后洗完头之后我会用 Virtual 的这款头皮精华喷在头皮上之后，再用这个头部按摩仪进行按摩，促进这个头皮精华的吸收。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刷手机啊看书的时候，我就再用这个按摩一遍，也是让头皮有一个舒缓。这个按摩仪有配3套不同的按摩头，就可以针对不同按摩的部位。我最喜欢的是这款有点尖尖的，它是专门针对头皮的，我觉得这个形状按上去还蛮爽的感觉。那如果要按身上的话，就可以换另外一款没有那么尖的，那款是头皮和身体都可以用的。那我是更喜欢拿它来按摩头皮，那我老公更喜欢拿它按摩像肩颈脖子酸痛的地方，也都可以用它来按。然后还配有一套按摩头是专门针对脸部皮肤的，不过那套我很少用。总之我觉得这款 Matrix 的头部按摩仪对于头皮健康、头皮舒缓都是非常有用的，也是很好坚持的一款产品。
然后来分享我在 Sephora 买的美妆品。首先是 Summer Fridays 的这款喷雾，那这款产品最近很时髦，大家都把它作为一个妆前喷雾。虽然这个产品说明给它自己的定位是作为护肤的第一步，或者上完妆之后如果觉得干的话把它作为一个保湿喷雾，但大家都喜欢把它做一个妆前喷雾。妆前喷雾也是现在很时髦的一个上妆手法。那我拿它做妆前喷雾，觉得使用感还蛮好的。首先它喷出来是很细腻的，然后保湿效果也不错，有一点黏黏的，就有助于后续上妆更加的服帖。而且这种水状的妆前就比妆前乳要更加的轻薄，没有负担，也就适合各种不同的肤质。那我作为一个干皮，在夏天用它也蛮舒服的。所以作为一个妆前喷雾，就可以上妆那么多步，让其中这一步呢就更加的轻薄清爽一些，我觉得也是蛮好的。然后它 size 也很小，平时也很方便放在包里或者旅行的时候携带。还有 Sephora 的这款遮瑕也是最近很火的产品，因为它被视为 Kylie Ray 这款提亮的一个平替。那 Kylie Ray 这个提亮我之前也和大家安利过，它确实很好用，但是最近就更加的火，在 Sephora 一直是处于断货的状态，然后在国内的价格甚至炒到了翻倍。所以就有美妆博主发现 Sephora 的这个遮瑕好像可以作为它的平替，因为 Sephora 这个遮瑕的质地也是非常水润轻薄的，虽然是一个比较浅的色号，但是可以看到推开之后它并没有那么白，遮瑕力也很弱，所以主要是一个提亮的作用。我也给大家对比了这两款产品的质地，可以看到确实是很像的，都是很润很薄的，所以作为一层提亮的话就不会很厚重，不会卡粉。但区别也很明显，就是 Kylie Ray 这款提亮它是偏粉色的， Sephora 的提亮呢就是一个偏白的肤色。那从提亮的效果上来说，我还是更喜欢 Kylie Ray 这款，好像更加的明显，但 Sephora 这款也不错。那如果你想尝试用这种很浅颜色的遮瑕作为一个提亮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Sephora 的这款，质地很轻薄，然后性价比也更高。然后还买了 Westman Atelier 的这款双色腮红，这个也是 Sephora 打折那阵新出的。其实一开始我没想买它，因为它价格真的蛮贵的，要75美金。然后那天在店里逛的时候就发现它的包装真的很好看哎，是那种又嫩又有气质的粉色，而且这个包装的质感也很高级。然后这两个颜色都是腮红色，我选的色号是 Coquette 和 Mimi。深一点的这个颜色作为收缩色，然后浅一点的颜色就打在面中比较可爱，而且这个颜色很浅，不会出错，然后各种肤色都很合适，所以这两个颜色还蛮实用的，而且粉质非常的细腻，所以就没忍住趁着打折买了一个。然后还有 Haus Labs 的这个水光棒，这还是我第一次尝试水光棒这种产品。我之前也一直长草 Chanel 的那款很有名的水光棒，但是经常看到大家吐槽说容易破坏底妆啊，或者太黏会粘头发，我就一直没有入手。然后看到 Haus Labs 新出的这一款，价格更便宜，又趁 Sephora 打折，就买回来试试看。但它其实折合成每克的单价，甚至比 Chanel 还要贵一些。但反正这种化妆品也用不完。买小一点的也更实用一点。这个水光棒用下来我还挺喜欢的。那顾名思义，水光棒就是很水亮的效果。我是把它用在散粉定妆之后，最后再涂这个水光棒，因为如果你在后续有散粉或者再推它的话，就完全没有那个水亮的效果了。我把它放在上妆的最后一步，也不会破坏底妆，而且就随便涂一涂，就是很漂亮的水光的一个效果，不需要去推它。你如果是给它晕开的话，那个水光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看了。然后我买的色号是 Glassy Opal， 是有带一点点粉色偏光的，上脸还蛮好看的。它和粉状高光相比，虽然是会更油润更黏一些，但是也不至于说会粘头发，所以使用感还是挺不错的。而且它也特别适合放在包里做一个高光的补妆，所以这个产品用下来我还蛮喜欢的。
我这次在 Sephora 打折买的另外一支唇膏也是雾面质地的，来自品牌 Violet FR， 是新进到 Sephora 的一个牌子，他们家很多产品还蛮受欢迎的。我买的是这款叫 Be So Balm， 就是一个 Sheer Matte Lipstick，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轻薄的雾面唇膏，虽然膏体的颜色比较深，但是它的发色力非常非常的弱，而且质地很薄，有一种若有似无的质感，不像很多雾面唇膏那种会拔干的感觉，它是上嘴非常轻薄的，然后颜色也非常的自然。但是第一次用它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特别喜欢。首先，这个唇膏很轻，我的第一感觉是好像没有什么质感，但仔细看它这个金色的盖子还蛮漂亮的，然后在盖子上还有一个很有艺术感的一个人脸的设计。而且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可能因为嘴上有油，就觉得这个颜色怎么涂都涂不匀，所以你在用它的时候要保持嘴唇比较干爽的一个状态，它是不会拔干的，然后颜色是很自然又提气色的，所以后来我觉得它还蛮好用的，就把它留下了。最近新买了2个眼影，首先是 Armani 的这款液体眼影，我在上期 Sephora 视频和大家分享了 25M、67S 2个颜色，我都很喜欢，而且我很喜欢这款眼影的质地，很顺滑，很好推开，好晕染，所以上妆速度非常快，妆效也很自然。那我这次新入的色号是 22M， 是一直以来都很畅销的一个颜色，在 Sephora 经常断货，所以那天我看到它补货就马上入了一个。那它和 25M 都是棕色，但25号就是很明显的非常暖的一个棕色，所以很适合我这个暖黄皮，在我眼睛上还有一个提亮的效果。那这款22号呢，就是偏中性的一个棕色，所以我觉得它会适合各种肤色，妆效也是更加的自然。然后他们家的这个液体眼影也真的是很好用，特别是出门想快速上妆或者旅行啊，就很适合带这个，随便抹2下就很好看了。还有 Chanel 新出的这块5色眼影，我很喜欢他们家的5色眼影系列，我之前已经买过3块了。这个是今年春夏新出的，色号叫 Golden， 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粉粉、橘橘、金金的颜色，非常适合暖黄皮，也是很适合夏天的橘子汽水一样很明媚又活泼的颜色。这款眼影在手上的试色，除了这个橘色之外，看上去都很清透，但其实用它自带的海绵棒上色还是挺显色的。然后用这块粉棕色在眼尾做一个加深，然后我最喜欢的是用上面的这个浅金色，从眼睛中间开始往前晕开，把眼皮前半部分都铺开这个金色，然后就马上增加了一个很漂亮的很闪亮的金色光泽，然后让下面打底的颜色也变得更加清透了。然后这块橘色在盘子里还有在手上试色，看着颜色都蛮重的，但其实用手指把它涂在眼皮中间，然后再给它晕开，颜色一点都不会重，而是给眼妆增加了一层淡淡的橘金色的光泽。所以我很喜欢这盘眼影出来的整体妆效，我今天眼睛上用的也是这款，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暖皮，非常适合夏天，同时也很显年轻的一个配色。然后来说一个头发产品 ，Sephora 前一阵每天都有不同头发产品的5折，我就趁活动入了 Verb 的这款蓬松喷雾，这打完折只要11块钱。我很喜欢 Verb 他们家的洗发水，然后这个蓬松喷雾我看好评还挺多的，就买回来试试看。那相比之下，我趁8折的时候买的那个 K18 新出的蓬松喷雾，价格真的很贵哎，原价要46美金。那个价格这么高，主要是因为它里边好像添加了多肽吧，就是对头皮健康更有好处。但我觉得一是没有什么必要，二是作为一款蓬松喷雾，我觉得它的效果呢就没有特别的显著，它喷上去还是一个比较自然的松软的一个状态。大家知道这种蓬松喷雾是需要给发根增加那种 texture， 让它更粗一点，然后更蓬松立体的感觉。
所以那个 K18呢，我觉得价格又高，效果也没有那么强，性价比太低了。所以我买了 Verb 的这款之后，就把那个 K18退掉了。那 Verb 的这款，我觉得用起来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它会让头发有一个很明显的texture 的变化，同时也不会说特别粗硬有异物感，有一个比较自然的蓬松的效果。然后打折之后的价格确实也非常的划算。而且好像用完这个蓬松喷雾，我一天下来头发的出油量都变少了，依然是一个很蓬松、很干的一个效果，这我也蛮喜欢的。我最近还新入了一瓶香水，但它其实是我秋冬季节最喜欢的一款香水，是 Diptyque 的肌肤之花。我之前用的是一个便携装，然后前一阵看到 Essence 打折，这款香水参加活动，我就马上入了一个正装。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款香水的后调，它的前调好像有一股脂粉味，其实我并不喜欢，但是那个后调实在是太好闻了。我第一次喜欢上这瓶香水，就是我闻到前一天喷了这款香水的那件大衣，我那个味道真的好好闻，让我深深的猛吸几口，然后就爱上了这个味道。我知道很多人和我一样不喜欢它的前调，但是深深的迷恋着那个后调。有的人甚至为了直接闻那个后调，会在前一天晚上把这个香水喷到第二天要穿的衣服上。但是很抱歉，我形容不出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味道，不是很擅长形容那个香味的感觉。它的主调是麝香，我觉得味道还蛮特别的，不像花香那么甜美，也不是那种清新的果香，就是很特别的一种香味儿。反正每个人对香水的喜好不同，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试试看。然后这款香水留香也非常的持久，像冬天的衣服要是喷了这款香水，整个冬天过去了之后，那个衣服上还是留着淡淡的香味儿。总之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款。最后再来分享一个护足霜，就是磨脚的油，它是一个来自英国的品牌，不过这个不是我用的，是我买给我老公用的，他用完效果非常的好，所以我也来和大家推荐一下。那我老公之前脚上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干，一直在脱皮，然后干裂，反正就挺恶心的，所以没有前后使用效果的一个对比。然后我就给他买了这个护足霜，好像也是张小慧推荐的。可以看到他也没用多少，就用了一小部分，然后坚持了一段时间。我那天发现他脚上的皮肤有了很大的改善，光滑了很多，也没有那么多爆皮的地方了，整体摸上去也是细腻了很多。这个产品的质地像是那种固体的猪油膏，拿出一小坨给它抹开之后，可以看到它融化成了像猪油一样非常非常油的质地，所以它才可以滋润到脚底那种又干又硬的皮肤。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又是穿凉鞋的季节，那如果你的脚也有干燥、脱皮、粗糙的这些问题，强烈推荐试试看这个脚霜。我自己虽然没有这些问题，但我现在也想试用一下，看看它是不是能让我的脚部皮肤更加的柔嫩。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产品了，不知道有没有给你种草呢？喜欢这期视频请给我点个赞，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给我，然后也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